各位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。近日，德国《明镜周刊》谈到了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做的一项研究：2025年，欧洲将变成汽车进口国，主要是因为，比如说德国在电动汽车方面已经落后，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超过人民预期。今后，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将越来越多地占领德国市场。这篇报道不长，其实信息量也不大。但读者评论却超过1400条，表明大家还是很关心这个话题的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报道。中国电动汽车根据一项研究，欧洲将在2025年成为汽车进口国。无论是蔚来汽车、领克公司还是比亚迪，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向西方市场推进。根据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，欧洲作为汽车生产基地，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，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配图说明，中国品牌蔚来汽车的电动车展示，没有一个欧洲车型能进入全球最畅销电动车的前5名。几十年来，欧洲的出口实力，特别是在汽车行业，被认为是欧洲大陆繁荣的保证。然而，汽车制造商们现在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极其严峻的竞争。根据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的数据，欧洲从2025年起，进口的汽车将多于出口的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电动汽车出口国。行业专家在最近一份报告中写道，他们说，在中国制造商在欧洲销售越来越多的纯电动车的同时，欧洲和美国的制造商都在越来越多的将纯电动车的生产转移到中国。BEV 纯电动车是电池驱动汽车的英文缩写。欧洲饱受供应链和能源成本的影响。去年，欧洲汽车制造商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纯电动车只有35000辆，今年预计达到66000辆。未来3年内，在欧洲可能售出将近80万辆中国生产的汽车，其中约33万辆将由欧洲汽车公司的中国工厂生产。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指出，这一发展意味着在2025年进出口相抵，欧洲纯进口车辆、燃油车及电动车可能会超过22.1万辆汽车，而2015年，欧洲仍有170万辆汽车的出口盈余。普华永道战略与德国公司电动车主管约恩诺伊豪森说，除了供应链被打断，欧洲的制造商还深受能源价格的上涨的影响。欧洲作为一个汽车生产基地，正面临着来自几方面的压力。此外，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积极的产业政策，扶持某些产业和供应链的本地化。欧洲缺乏具有竞争力的电动汽车。欧洲制造商正在努力解决供货问题，其主要依靠昂贵的电动车车型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制造商现在正将具有新技术和新概念、价格亲民的电动车型带到欧洲。普华永道的行业专家菲利克斯·库纳特说，结果是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欧洲车型进入全球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前5名。今年前3季度，虽然德国汽车制造商让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攀升到 4.1%， 但在德国国内，他们正感受到来自中国制造商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。尽管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在欧洲只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，但到2030年，他们可能已经占领了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约 5% 的份额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简短的报道就到这里。我发现德国媒体此类报道都比较简短，信息量也很少，可能是因为担心读者没有兴趣读过于专业的报道吧。接着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。正如前面提到，这个报道有1400多条评论，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。这一点现在根本不足为奇，汽车正日益失去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的意义。环境和连通性对客户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，特别是德国的高端制造商正在拼命坚持他们过时的商业模式，拥有强大动力的燃油车等等。应该抵制为维吾尔族关押营的囚犯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。可惜买家对此不感兴趣。这就是政治和汽车行业多年来沉睡并坚持使用过时技术的后果。那些不断指责别人的意识形态，而自己却完全陷入其中的人，迟早会被现实打脸。统计数字还应该考虑到，欧洲电动车的交货时间往往超过1年，而中国的车型只需要几个月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去年和今年欧洲进口和销售的中国汽车比以前多。
这反而说明了中国人能很好掌控供应和生产链，而我们做不到。大众汽车公司有多少次被指责错失良机？无论是商务车、SUV、柴油车，还是现在的电动车，大众汽车总是慢半拍才进入市场，然后后来居上。为什么这次不会再发生呢？3年后，我们将看到普华永道这项研究的价值。欧洲的汽车工业到底还是不是欧洲的？一方面有其他人的参股，另一方面用了中国的零部件。即使从中期来看，中国在燃油引擎领域也无法与我们望其项背，我们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太大。另一方面，任何人都可以制造电动引擎，他们可不是火箭科学。如果为了时代精神而牺牲了我们的关键产业，那是我们自己的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人也会以电动车大规模进入市场。其实自2010年以来，燃油车的消亡已经很显而易见了，只是又花了10年时间才被公众接受。10年来，大众和奔驰在桥梁技术方面对我们撒谎，然后被抓到作弊。10年来，中国人给欧洲人展示了，他们也可以处理好如此重要的间隙尺寸，然后在电池和电动汽车引擎技术方面一举超过了我们。我宁愿把燃油车开到报废，也不愿意开装有中国国家间谍软件的汽车转优。那好吧，你也没有智能手机吧？他把数据发送到美国，这对我不是什么问题。即使是宝马、大众等品牌的车，仍然有很多中国零组件，不管是哪种驱动方式。现在你只需要找到那些没有9000欧元税收补贴就能购买这些电动汽车的人。几十年来，德国汽车工业一直拒绝任何继续发展，只投资于政治游说和动态方向灯。德国汽车工业现在重复 Karstadt 的老路，完全是自己的错。德国知识说明 Karstadt 是德国一家规模比较大的百货连锁店，经营困难，已经多次申请债务重组。这些车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来运行呢？谁的收入可以支付这样的电费？电价很快就会数倍增长，将使许多企业家倒闭，带来一波真正的裁员潮，而且生活成本也大幅增加。电动汽车只是一种纯粹的奢侈品。是的，我猜开电动车将被直接禁止。从这点来说，谁生产和在哪里生产并不重要，反正德国也买不起。仅仅因为中国马上就会像下一个俄罗斯那样摩拳擦掌，我永远不会买中国的汽车。为了汽车那几位先生在慕尼黑对着记者的镜头笑得再灿烂，我都无动于衷。看看吧，看看中国车是否卖得动。这么简单粗暴的预测，每年增加1倍的销售量是很牵强的。大众、宝马和奔驰都能提供技术先进的电动汽车，但是电动汽车引擎并不是什么高科技，这些汽车的电池几乎也没什么区别。软件、人工智能，例如用于自动驾驶，对汽车来说将变得更加重要，这将是决定未来的地方。这真是问题的关键。德国汽车制造商和政客们拖电动汽车的后腿，很少像这里这样明了。欧洲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已经被超越，充其量只能在小众领域成为世界市场的领导者。因此，德国作为大品牌的工业基地已经成为历史，最多知识技能仍然存在。现在必须走上知识社会的道路，一个时代正在终结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。市场会做出调整的，谁能提供更好的汽车，谁就能获胜。如果看看中国生产的最新汽车，我们不得不担心德国的汽车工业。现在需要的是制造商和政治人物的创新精神。补充一点，任何真的以为氢能源能成功的人，该嗑药了。95%的汽车都有或多或少的相同功能，是设计和品牌让他们与众不同。中国人可以在这方面再怎么努力，不幸的是，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与德国品牌匹敌。但便宜就是好，这是我们德国人的心态，中国人会很快追上来。你的态度非常傲慢，当时这样说第一批日本汽车，然后是韩国的，
现在是中国的，这次也不会成功。不同的是，中国制造商现在更强大，欧洲的制造商必须小心了，不要萎缩到只有法拉利或宾利等制造商的存在感，这将严重打击德国经济。欧洲的汽车生产将很快仅限于为富人提供的少数豪华品牌，届时经济条件好的人将驾驶进口汽车，大多数人将使用公共交通或走路。好吧，等着看吧。很久以前，德国、欧洲的汽车工业因为日本车的涌入而处于崩溃的边缘，然后因为韩国车，现在因为中国车，预测可能是对的，但他们往往是错误的。日本车有最好的质量，中国车有轮子而已。我曾经有辆中国的滑板车，5年后甚至不再有最简单的初始零件，速度表电缆，一个小故障导致全部报废，甚至没有拆解的废品价值，因为没有人可以使用这些零件。对于一辆大众汽车来说，即使过了20年，我仍然可以从几个供应商那里得到所有零件，或者如果需要的话，从废旧金属站那里得到二手零件。如果中国的汽车不是真的比大众等公司便宜很多，我才不会买中国车。德国将变得像底特律一样，我们本应全力对抗燃油车的终结，但我们却在为时代的精神牺牲一个国家。制造一辆电动汽车并不困难，我们在燃油车方面的技术领先地位是不可动摇的。德国绿党的去工业化目标正在变得清晰。我的看法不同，在欧洲，特别是在德国，从来没有人真的对中国产的汽车感兴趣，他们的质量实在太差了。为什么现在突然改变了？只因为安装了一个电动马达，而不是因为内燃机？很简单，德国制造商根本无法供货，买得起的电动汽车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也尽量避免使用中国产品，但当我需要一辆车时，我就需要一辆车。这种观点正是危险所在。欧洲人只想提供大而土豪的汽车，中国人在赶超我们。很大比例的德国新车是公司用车，这也是德国人的习惯。中国的汽车实际上从未进入过公司用车行列。只要这一点不改变，我不认为德国汽车制造商会面临任何危险。吉利与奔驰合作，并已进入一些德国公司的公司用车行列。我这辈子都不会买这样的车，这些汽车可能还与中国的云端服务相连，大肆吸取遥测数据。让我对中国汽车望而却步的是维修和保养的问题。有汽车修理店吗？我曾经在中国开过一辆魏牌的 SUV， 表面上看质量还可以，驾驶性能和价格也不错，但该系统完全是中文的，我不知道能否很好的翻译成德语。我不会仅仅因为价格而购买它。好，在这里呢，德国知识点评一下，我开个玩笑啊，魏牌其实可以找我帮翻译啊，对不对？冷静地说吧，像蔚来这样的汽车已经被认为是高端电动汽车，大众汽车等公司将不得不加把劲，至少在性价比方面。这是趋势，量产车型将从中国进口，把高端市场留给德国汽车，由更少的工人来制造。问题是，德国在哪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呢？至少在搞性别认同方面处于领先地位。德国制造商正在努力解决供应链中的问题，而中国制造商却在红红火火的生产。缺少的部分又从哪里来的？啊哈，来自中国。我的理论是，中国的新冠战略主要是一种隐藏的经济武器，保护自己的人民是次要的，因为中国政府并不真正关心他的人民。另一个例子说明德国是如何下错赌注的。与我们上届政府类似，德国的汽车工业也显示出它没有远见。在中国，人们仍然喜欢开大众汽车，中国人认为中国汽车相当低劣，实际上更愿意开德国汽车，而不是欧洲汽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貌似大部分读者呢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：德国错过了电动汽车的发展机遇，即使不情愿，今后可能也只能买中国制造的汽车。老实说，即使3年前我都不敢想，
有一天中国制造的汽车能打入德国市场，看来这一天越来越接近了。好吧，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